你知唔知道益生菌其實冇你想象到咁好，佢唔單止冇效，反而對你有害添。Hello， 大家好，我係 John Health Coach，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益生菌冇你想象中咁好，第一個原因係食入肚只係會直入直出，或者暫時居留。呢份報告有提到食入去嘅益生菌係改變唔到原本已經有嘅腸道菌群。呢個研究就係一般健康人發現到有兩種結果。第一組人佢哋腸道已經存在嘅菌群會對食入肚嘅外來益生菌作出抵抗，研究稱為 colonization resistance， 即是話腸道嘅原住民抵擋外邊嘅侵入。簡單講就係屙翻出嚟。而另一組人出嚟嘅結果係好唔同，研究稱為 permissive individuals， 就係話呢啲人嘅腸道菌群係允許外來嘅益生菌，但係呢個 permission 淨係喺有食益生菌嘅期間，停咗食益生菌之後一段時間，佢哋嘅腸道就揾唔翻呢啲益生菌嘅群株啦。研究員亦都留意到呢組人嘅腸道菌群喺食益生菌嘅實驗前，佢哋本身嘅菌種數量係比第一組益生菌抵抗嘅人低，所以可能呢個原因食入肚嘅益生菌可以喺佢哋嘅腸道落腳。即是話益生菌喺腸道落唔落到腳都係好因人而異，一係就直入直出，一係就暫時居留。但係聽過有啲研究話食咗抗生素腸道就有空缺，咁嗰陣時食益生菌咪有幫助咯，因為嗰啲益生菌可以幫助腸道更快地保護翻好嘅細菌，唔係咩？咁我哋就嚟到第二個 point 啦，就係益生菌會阻止腸道原本嘅菌群恢復翻之前嘅正常狀態。呢份研究顯示，佢哋俾健康參與者食咗7日嘅抗生素之後，分3組。第一組食咗4個禮拜益生菌，每日2次；第二組就做咗糞便移植，就係用佢哋自己未食抗生素之前嘅糞便入邊嘅菌群移植翻入佢哋嘅腸道。第三組食咗抗生素之後就咩都冇做，結果係糞便移植嗰組喺1-2日內菌群差唔多恢復正常，但係食咗益生菌嗰組過咗5個月都係恢復唔到食抗生素之前嘅腸道菌群，再延長到180日至半年，仲係恢復唔到食抗生素前嘅腸道菌群。咁係咪每一次食咗抗生素之後再食益生菌都會搞成咁？我就唔知啦。可能嗰個研究俾參與者食嘅抗生素太勁，將原本腸道本身嘅菌群全部殺晒，渣都唔剩。反而咧食咗抗生素乜嘢都冇做嗰組，淨係需要21日就可以恢復腸道菌群之前嘅狀態啦。所以話益生菌可以幫助腸道喺食咗抗生素之後可以快啲恢復，唔係完全冇風險嘅。咁你又會話食落肚嘅益生菌都係好菌嚟噶嘛，自己身體嘅菌群慢啲恢復正常，都應該唔係好大嘅問題啫。因為益生菌嘅群株比起腸道本身嘅菌株嘅種類少好多，而一個健康嘅腸道係需要各種各樣同埋多元化嘅菌株。食咗抗生素再食益生菌嗰組，因為腸道已經俾抗生素清空晒，食落去嘅益生菌又係得嗰幾種菌株，佢哋又硬頸唔肯走，又生養眾多，反而呢啲新嘅菌株就抑制咗你腸道本身需要嘅菌群，令到嗰個人腸道菌群嘅菌株種類好少。第3個原因點解益生菌冇你諗到咁好，係發表偏移 publication bias。首先你要知道益生菌到目前係一個價值大約550億嘅行業，而且仲不斷上升。又因為喺好多益生菌嘅臨床研究係俾益生菌公司贊助，所以今日可以見到坊間出咗好多林林種種嘅益生菌研究，睇睇益生菌可唔可以改善三高、抑鬱，總之你諗到咩頭暈身㷫、生理或者心理疾病，都要攞啲益生菌嚟試下睇有唔有效。但係呢啲研究所報出嚟嘅結果係唔係真係信得過先？呢份評論報告調查咗34份關於益生菌嘅報告，佢哋用一啲統計方法去評估，發現到有10份報告嘅內容好大可能有發表偏移，而另一份評論報告做咗評估之後，結果顯示有好明顯嘅偏見，亦提出估計大約有3600份有做過但係冇被發佈出嚟嘅研究。呢份報告提到，因為研究者嘅假設同埋贊助商都偏向益生菌係有益處，就導致好多相反結果冇喺報告入邊發表，所以喺益生菌嘅研究入邊係好明顯有 publication bias， 甚至係被益生菌公司贊助嘅研究都未必會喺報告入邊睇到。再睇落去呢度有一句話，為避免曾經報告過有關益生菌對胰腺炎患者有害事件再次發生，建議益生菌對人類嘅長期影響應透過獨立研究進行分析。乜嘢有害事件啊？我哋再深入睇睇，喺2008年進行咗一個隨機雙盲
行臨床嘅試驗 （randomized double-blind clinical trial） 嚟睇睇益生菌可唔可以改善急性胰腺炎。不幸地，呢個研究搞出人命。研究分咗兩組患有急性胰腺炎嘅病人，俾咗152位病人食益生菌，同埋144位人食安慰劑 （placebo）。安慰劑就係一啲完全冇藥性嘅丸仔，通常都係一啲澱粉加糖。結果食咗益生菌嘅152位有24名患者死亡，只係16%。而安慰劑嗰組有9名患者死亡，只是6%。研究亦都發現，食益生菌嗰152位有9名患者出現咗好危險嘅腸缺血症，嗰9位入邊有8個患者死咗，所以懷疑其中一個死因係腸缺血症。但係食安慰劑嗰組反而冇出現腸缺血症。研究表明，食益生菌反而對呢種急性病有害嘅，佢嘅死亡率高過冇食益生菌2.7倍。最後淨係結論咗益生菌唔應該俾患有急性胰腺炎嘅患者服用，其實就係因為有呢啲死亡事件發生，所以點解有啲評論報告刻意去用好麻煩、好複雜嘅統計方法嚟評估呢啲益生菌報告有唔有發表偏異嘅可能性？因為就係驚有啲研究會掩蓋唔好嘅結果，所以益生菌有唔有效真係要睇針對咩病症。當然坊間亦都有好多有關益生菌嘅好嘅報告，但係真係唔能夠排除商業原因同埋偏見而掩蓋咗呢啲負面嘅報告。畢竟健康保健品真係好好賺。而我嘅睇法係咩呢？先講腸道菌群啦。關於腸道菌群嘅研究都仲係好新，我哋而家所知道嘅只係冰山一角。知道越多佢哋嘅重要性，就越發現腸道菌群仲有好多未知嘅領域需要發掘出嚟。但係市面上嘅益生菌產品就已經賣到好誇張，講到好似不可缺少同埋萬能嘅神丹咁樣。其實益生菌嘅好處都仲係言之過早，就算你食幾多好嘅益生菌菌株嘅種類都好，都比唔上你身體自己培養出嚟嘅菌株嘅數量同埋種類多。買益生菌嘅產品就好似俾咗呢個假希望，因為大家就係中意 shortcut， 咩都唔使做，淨係吞幾粒益生菌就可以獲得佢哋想要嘅效果。錢係買唔到健康嘅，食咗真係有幫到就最好啦。直入直出咩都冇改善，只不過都係嘥錢啫。但係如果食咗令到你身體變得更差，就何必呢？而我覺得培養腸道最好嘅方法係要透過飲食同埋改善生活方式，讓自己身體根據你嘅歲數、環境、飲食同埋生活方式嚟培養最適合你嘅腸道菌群。呢啲當然要長時間去慢慢 adjust，係冇 shortcut 嘅。我喺呢個影片有俾你8個重點，點樣去培養腸道好菌。當你照顧好你嘅腸道，佢就會照顧好嗰啲菌群噶啦。如果你中意呢個 video，就記得俾個 like、訂閱同分享出去。多謝晒大家，我哋喺下個 video 見，拜拜。